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还好你的我依然是命的我。啊哈！我真的很抱歉上次吓到你。我今天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其实我姓龚，是精神科医生，你也可以叫我 Dr. King。其实上一次呢是一种特殊性的治疗方案，我原本以为失败的，但我今天看到你这样的一个状况呢，好像是有一点帮助。你听我解释一下吧。大概这个治疗方案呢，主要是包括心理戏剧以及认知行为疗法，其实是这种结合在一起。所以那天那场戏算是针对性治疗。没错，你仔细想一下，当天我们设定了一个情境，让你有代入感，然后让你克服了你自己的心理障碍，是不是？那也玩得太过分了吧？因为你的情况特殊。之前呢，我已经跟 Dr. Bay 跟 Dr. Wang 他们商量过，然后我们最后才做决定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。Dr. Bay 也同意。这样的疗法其实已经实行很多年了，效果还不错。我还有在其他的病人身上使用类似的疗法。放心，我有经验，也有把握，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专业。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为什么还要我过来？我还有一个 assessment 需要你配合，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向 Dr. Bay 交代。那就快点吧。你先让自己静下来，跟着我的指示做。先把眼睛闭上，然后慢慢的 breathe in， 人嘛，都会有情绪的。深呼吸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我们脑部的去甲肾上腺素，是会让我们放松、释放压力的。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能压抑情绪，不是压抑，是转换，是可以锻炼的。Mindfulness， 正念训练就是其中一个。你要我冥想？准确来说，就是让你察觉当下的一切，学习接纳、放下、不批判，每天花一点时间放空，专注在呼吸上。说的容易，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空。一天只需要花你几分钟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。你只要专注在慢慢的放松自己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。要不要再试一试？闭上眼睛，慢慢的 breathe in。Breathe out. Breathe in. 精神科医生，我知道的时候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他一定是在演的，都说他是演员了。还是他有妄想症，觉得自己是医生？你有查过他的背景吗？确认啦，如假包换。话说回来，Dr. Wang 有这么怪的朋友也不奇怪了。臭味相投，管他是臭的还是香的，只要能成功把你骗回来就可以了。不是骗，是我们用诚意打动他。
陈意。不过幸好你回来了，不然我那一针就白挨了。哇，你辛苦，那我浩南就不辛苦啊？辛苦辛苦。好啦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只要你不放弃就好了。很难说，要是你们敢再耍我，我马上走人。冤枉了，都是那个瘟神的主意，我们只是按照剧本配合演出。你不是一直以来看他不顺眼吗？现在怎么那么听他的话？哎，该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喂，你不想活了是吗？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，有必要那么凶吗？你知道他当年差那么一点点就当了我的姐夫，这个玩笑不好笑。可是坦白说，他们两个怎么看起来都不像一对。你姐当初到底是看上他什么？又不是我在谈恋爱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姐现在都已经是专科医生了，Dr. Wan 为什么还是跟我们一样？你不要问我，自己上网查啦。哎，对哦，说不定在网上可以挖到很多黑历史，那我们就可以爆料了。爆什么料啊？哇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你们别那么天真啦，网上很多资料都是假的，不要那么轻易就相信了。那不要说我不给你们机会，当面问个清清楚楚。大家也没有恶意，只是在关心你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不然以你的年纪和能力，早就应该当专科医生了。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？不妨坦白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少了一个肾。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被人骗去捐肾，结果那个人做完移植以后就人间蒸发了，我也休学了。是因为身体出现状况？当然啦，身体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读什么书啊？干脆及时行乐算了。不对，如果你休学，你现在怎么当医生？因为我聪明啊！哎呀，跟你说你都不会明白啊，你没用。为什么我觉得你的故事好像在哪里听过？肯定是戏里的情节啊，现实生活哪有这么drama的？你又在耍我们啦？啊，看来你们真的是变聪明了，应该是跟我混得久的关系，好吧？今天这餐就让你们请，不要说没有给你们机会。好啊，哎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吃撑吧你。废话少说啊，多吃一点。看你吃不吃得完。Good morning。早，doctor Ho。早。哇，认真的女人最美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是啊，她在发光。你呀，在发花痴。走吧，去值班。王国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？你的媳妇呢？我叫她去打包一些点心。有些点心啊，胆固醇很高，你不要多吃，不然的话，你整天跑来医院，我不就很忙？我开玩笑的啦，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。你年纪大了，容易得三高，我也是担心你的健康。那你今天又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很不舒服，手脚发冷，一直睡不好。我摸一下，真的很冷。那有没有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？没有。体温正常。王博，里面是不是放了冰袋？把外套脱下来吧，我叫护士量马毯给你。
不必麻烦了。你穿着湿的外套吹冷气，很容易会伤风感冒的。不用麻烦了。王博，你一直跑来医院就不觉得麻烦吗？这里是医院，来看病的都是有需要的人。你身体好好的，就不要一直往这边跑，会耽误其他人看病的。对不起。要道歉的是你的媳妇，她不照顾你，还常常编一大堆理由送你进来。一定是她叫你装病的，对吧？不是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不能怪她。你不要再袒护她了，她会变本加厉的。你不好意思开口，我可以帮你说。不用，这件事让我自己解决吧。今天能不能让我待几个钟头？好久没有吃这一家的薄饼了。他们已经传到第2代了，不过味道还是一样。我记得你不吃甜酱，花生要多一点，还是一样吗？果然是那是安，永远都是那么细心。哎，我现在应该称你是 Sister 安才对了。叫我淑芬可以了，这里又不是医院。我也不是医生了，那你以后就别叫我 Prof Bay 了。怎么可以？你是前辈，也算是我半个师傅。如果不是你，当年的小护士也不会坚持到现在。安迪，要起来吃药了啊！哦，哥嘞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吃不下。哎呀，我最喜欢吃这家的薄饼，皮薄馅多，重点是皮不会破，不像有些地方啊偷工减料，有些呢又包得太满，皮容易破。Professor B，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其实做人和做薄饼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不一定是包得满满才是最好的。万一这个饼皮承受不了，撑破了，那就更令人失望了。做人做事分寸要刚刚好，投入的越多，伤害就越深，最后得不偿失。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？一条薄饼能够点拨你，孺子可教。当年我也只是一知半解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终于明白了。啊，你们也在吃薄饼啊？哦，今天薄饼大促销啊！我不知道你也买薄饼过来，这代表你们两个很有默契。我拿个盘子给你。还在看什么？不跟过去？说什么？喜欢人家不能够没表示的，等人家投怀送抱啊！越说越离谱。哎，不离谱啊！哎，就像做薄饼皮一样，做的时候要快点下手，也要准时起锅，要不然就会烧焦了，再不然就被人家吃掉了。什么被吃掉啊？哦，吃掉薄饼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味道还是一样。等一下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。好啊。我发的去门诊看病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他？他早就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起码有半个小时了。
他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说。你们怎么可以让他走？王太太，王伯根本就没有生病，我们没有理由留他下来。他是个老人家，又坐着轮椅，你们应该多照顾他。我们对待病人是一视同仁。如果王伯真的生病，我们肯定会照顾他。但问题是，他装病，他根本没有问题。我不管，他是在你们的医院不见的，你们要负责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宝贝，哎，王伯装病被我发现，先离开了。王太太找不到人，要我们负责。你有没有联络过王伯？我打了几10通电话给他，都没有接。好，你先不要慌，黄渤行动不是很方便，应该走不远的。我们到处找找看。如果找不到人，我怎样跟我的老公交代？我陪你再去门诊找找看。你通知你先生了吗？我发的平时打喷嚏，他都会怪我。现在人不见了，他不骂死我才怪。你先生平时有没有帮忙照顾你家翁？他要工作，哪里有时间？每天回来就很累。bro， 医生不容易做啊，不只要看病，还要帮忙找人。情况紧急，能帮就帮吧，赶快找吧。王博，王博，王博。王博，哎，我扶你起来，我们来，王博。爸，你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不小心跌倒。你们检查过了吗？有没有什么骨折还是脑震荡的？不用担心，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什么大碍。你都坐在轮椅上，怎么还会跌倒？手机掉地上，我要试手机，没想到摔下去。都叫你看好爸了，为什么还让他一个人跑出去，害他跌成这样？这是意外，不能全怪王太太。我不只怪他，我要怪你，你们全部，你们不帮我爸看病，害他受伤，我要投诉你们。不是我不帮你爸看病，是你爸根本就没有病，搞不好是王太太叫他装病的。不关我媳妇的事，她照顾我很辛苦，我就是想让她出来透透气，她又不放心，我才想到来这里。爸，你不用帮他说话，照顾你本来就是他的责任。你呀，连一个老人都顾不好。王先生，你冷静点好吗？王博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这位是我儿子。哦，原来你还有儿子。我看他那么紧张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他早就不要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啊，因为我每次都看到他一个人带王博来医院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王博只有一个女儿。你以为我不想照顾他？我还要做工，哪里有时间？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相信你绝对有那份孝心，要不然你刚才也不会那么紧张。既然你都到了，不如你帮忙扶你爸上轮椅吧。为什么叫我？这不是你们的工作吗？你不是说你平时没有时间照顾你爸爸吗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了。哎，王博，你的儿子媳妇来接你回家，来吧。哎呦！你过来前面吧，你手扶着他肩膀。等一下，先把膝盖绕过来，膝盖放靠近一点。小心点。哎呦！没事吧？王先生，怎么样？辛不辛苦？你一个大男人抬你爸爸都那么吃力，那么辛苦，更何况是你太太，她每天扛上扛下，还不包括其他的护理呢。你现在还会觉得你老婆没有用吗？王先生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，不站在对方的角度是很难理解的。但如果能够多一点体谅，多一点为对方想想，再多苦都能够撑过去的，好不好？你跟你姐一样都喜欢牛油果。那要怎么样？我以前经常买牛油果给她，我还记得有一次，
我特地买了一个最贵、最好、看起来最漂亮的牛油果，结果一打开来，里面竟然都是黑的。不过最黑的还是你姐的脸。我知道你想说的是，凡事都不可以只看表面嘛。聪明，共勉之，继续努力吧。这次呢，就算你厉害，不过也不是每次你看人都这么准的吧？没事就多打打怪兽，这样可以提升你的功力。我每天都在医院打很多牛鬼蛇神呢。拜托，你在这里是受保护的动物，你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如果真的要提升你的功力，就应该走出你的皇宫，见识真正的大魔王。有，我现在眼前就有一个，而且非常欠打。那我先回去值班啦。嗯。Thank you。哎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全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点燃使命的火。再长的路还是要走，就算一笔发的心只想。